各位同学好，欢迎来到这个 part 滤波器设计。然后在我们课程当中，我们介绍滤波器，我们主要时间来讨论理想滤波器。那这是我们理想滤波器的图，它是非常漂亮。当你经过 Omega C 的时候，它的频率响应，它的能量就变成0。这是我们要一个完美的滤波器。但是这样滤波器在时域上所得到的 H of N， 它是长得像这样的信号。那这样的信号，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非因果的信号，也就是说，它在 n 小0的时候，它是不是0？那这样的非因果的结果，导致我们没办法来实作我们的系统。那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在实际上的设计考量，我们就必须怎么样？同时考量它的大小跟相位。所以等于说，我们在我们刚才的那张图形里面，我们做法怎么样？就是说，我们必须，等一下会介绍。那滤波器特性上，我们必须考量它的大小跟相位。所以我们之前提到过，根据问题的需求，我们会有 FIR 跟 IR 这样的设计。那 FIR 可以用在线性相位的设计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就可以选择 FIR 或是 IR 都可以。如果没有相位的需求，我们当然会先考虑 IR， 因为它需要比较少的参数，也就代表记忆体的使用比较少。那我们刚才讲过，因果系统会影响到频谱的特征嘛，因为非因果是没办法实作，所以理想滤波器是没办法实作。然后我们最后可以利用数位系统来实作我们的因果系统的 LTI 滤波器，像这样的差分方程式。好，那对我们来讲，滤波器的设计就是要找到适当的 AK 跟 BK 这样的系数就可以来做滤波。所以我们没办法设计一个理想滤波器，最后我们也得到结论说，在滤波器的规格上面，我们没办法设计一个规格是怎么样，很漂亮的很 sharp 的这样从1变0，同时我们也没办法规定说我们在某个频率范围为定值，这样的滤波器规格是实际上是没办法实现的。然后最后 FIR 没有极点，所以一定是稳定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滤波器的频谱特征。这边看到说我们会有个通过频率 Omega P 跟停止频率Omega S， 还有通过频带这一段停止频带，中间有转换频带 transition， 然后还有通过频带的链波大小跟停止频带链波大小。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设计滤波器所要必须提到的一个规格，就是 Omega P、Omega S 跟 Delta 1跟 Delta 2。对，也就是说你在设计滤波器的时候，你必须指定这些规格，你才能设计你的滤波器。接下来我们知道说，刚才理想的滤波器是没办法实作的，因为它是非因果的。所以怎么样来改变它呢？也就是说，我们这样的一个 H of N， 我们怎么样取一个视窗？最简单的方式，我们取一个长方形视窗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取有限点。我们在大小上我们不做调整，我们是直接把这个视窗里面的值直接取出来，然后再往右移，把它变成一个因果的 H of N。好，那取视窗的动作就是好像说我们把原本的 HD of N， 那 HD of N 就是原本那个 single function 的波形，那乘上 W 就是那个视窗的概念。那我们知道说这个视窗它的频谱上可以做傅里叶转换嘛，可以得到频谱上是长得像这样的数列式子。那我们看频谱上的波形，基本上它怎么样？它是一个single function的概念。那我们知道说我们的 H omega 是怎么样 ？HD omega 乘 convolution W omega， 因为它们在时域上做相乘，所以在频谱上做什么 convolution？ 那 HD omega 跟 W omega 做 convolution， 因为 W omega 是一个single function 图形，那这样结果 HD omega 是一个很漂亮一个长方形的这样一个频谱的规格，这样 convolution 完结果怎么样？就会造成说我们实际的 H omega 会有一个 side lobe 的效应，也就是说我们图上看到会有这种side lobe 的这种旁叶出现。好，那视窗法有不同的视窗，最简单就是长方形视窗，也就是说你的 gain 全都是1，或是你可以用不同的视窗，例如说 Henning 或 Hamming。那它主要差异性是说它的大小，视窗大小它会递减下来。另外还有 Blackman，
那视窗法的特色这边提到说，避免陡峭的变成0，不像长方形视窗，好，在这视窗内都是1，视窗外就变成0，好，这样变得很陡峭。好，那我们在课程当中也提到说，如何来设计 Hamming 的滤波器。那主要是我们在设计滤波器在实作的时候，主要想法是说，我们在 MATLAB 上面先设计好，好，先模拟好，到底这个滤波器的系数是我们要的。如果是，我们再把这个系数取下来，在我们的 DSP 或 CMCU 上面实现。好，所以在设计滤波器的时候，一定是在 MATLAB 上面做设计。等到设计完参数，我们再把这参数放在我们的程式当中，由 DSP 来实做它。好，那这边看到是一个 MATLAB 的程式，然后我们看到说，我们一开始是给它的阶数是12个 order。好，那这边给它一个 Hamming window， 所以得到的 win 就是怎么样，它的视窗的系数。它这边有一个这个指令叫 FIR1， 好，我们之前有提过，它主要设计 FIR 滤波器，它里面给的一些参数是包含你的阶数，好，你指定的，还有 Omega N， 那 Omega N 这边是对 Nyquist 频率做正规化，好，等于说那 Nyquist 频率就是我们群调频率的1半，好，那接下来视窗的系数就我们这边要给进去，好，那之后我们可以来计算它的滤波器的频谱，就用这个指令。好，那这边的 B 是代表我们之前所算出来的滤波器的transfer function。那因为这是 FIR， 所以它只会有分子部分，就是 B。那分母部分只是变成1嘛，因为它没有分母。好，那这 Fs×2 代表我们的频谱的输出长度。好，那我们看出来 MATLAB 模拟的结果，不同的视窗法模拟出来的结果是这样。好，所以 BlackMan 它的主页比较大，好，长方形主页比较小，但是 BlackMan 的transition band 比较怎么样？比较它的那个 side lobe 的 peak 比较小，但是长方形 window 的 side lobe 的peak 比较大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，当我们之前讲刚才是 Hamming 嘛，就是 IR 的 FIR 滤波器设计。那如果我们要设计 IR 的时候，在课程中提到我们是透过 Butterworth 这样的方式来设计。好，这边 Butterworth 就是有一个指令叫做这个指令。好，那里面的输出是怎么样？里面的输入的参数就是根据规格，好，然后根据这些规格，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Omega N 跟它的阶数，好，所以这边输出是 Omega N 跟阶数，才能满足我们所要的 Omega P、Omega S 跟 RP 跟 RS 这样的规格，好，得到这些 order 跟 Omega N， 我们就可以接下来输入好这个 Butterworth 的这个指令来求这个 Butterworth 它transfer function的0点跟极点，好 Z 跟 P，Z 是0点。P 是几点？得完之后，我们这边偷一个指令 ZP to SOS， 它主要是把这个 Butterworth 的系统用许多个2阶系统来组成。好，记得这边你的输出写 SOS 就好，千万不要2个。好，那接下来会得到 B 跟 A 嘛？那 B 就是指我们的分子部分好的系数，然后 A 就代表分母部分。那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2阶的 IR 滤波器串接起来的，所以它 SOS 会是像这样的矩阵，好，每一行，好，每一列它就是一个2阶系统，好，所以它会有这些系数，好 ，B 是指分子部分的系数，然后 A 是代表分母部分的系数，然后分母部分它第一个就是 A0 就是用1嘛来表示，好，那如果画成一个直接架构，就是它假设这个 SOS 是只有一个2阶系统。好的系数，那我们画成一个直接架构，就是像长得这样的图形。好，那最后我们再把怎么样计算结果了嘛 ？B 跟 A 再由这个指令去画出来它的频谱的响应。它的指令跟刚才一样，我们就可以不做叙述。好，这是分母部分是 A 的部分。好，最后我们得到 Butterworth 的频谱是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假设 Omega S 是300 Hz 跟 Omega S是500 Hz， 这结果都不一样。好，假设你用 Omega S 300 Hz， 它的需要的阶数就比较多，到19阶。好，反正系统会帮你算出来 ，MATLAB 会帮你算出来之后，在这样规格之下，它需要19阶才能得到这样频谱规格。各位同学，在这个 part 里面，我们介绍了滤波器的设计。那我们主要概念是在 MATLAB 上面先做一个模拟，模拟完之后再把这些得到的 HON 输入到我们的 CCH 下面。然后让我们的 DSP 或 MCU 来计算，然后在这个滤波器的设计里面，我们针对 FIR 滤波器，我们讨论的视窗法的设计，然后不同的视窗会导致有不同的频谱的特性。好，所以假设用长方形视窗的话，它的
它的主页比较大，但是它的 side of peak 值就也比较大。好，那另外一个如果是用 Blackman 的时候，它的主页比较小，但是它 side of 的 peak 就比较小。好，所以使用者可以根据他的需求来设计不同的视窗来满足它的规格。在 IR 部分，我们是用 Butterworth 来实做。好，然后这边也教各位如何用 MATLAB 指令来找到我们要的阶数，以及我们所要的系数 B 跟 A 来实做我们一个 Butterworth 的数位滤波器。好，可以在CC 的下面来执行。